我是屁屁姚爱宁，赶快订阅小公式，大大的世界从小小的开始。Oh my gosh, there's a tornado. 疯狂的天气，飓风、暴雨、干旱、野火，全球正遭遇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我们的地球怎么了？为此，12位关心全球暖化现象的大人小孩，将兵分3路前进北极、帛琉、挪威，在暖化最前线，一探气候变迁的真相。下课花露米，出发！2050年，全世界都面临近零碳排的终极考验，永续减碳已经是世界趋势。这一次，我们要化身绿色侦探，透过食衣住行考察挪威的绿色行动。Oh, they're beautiful. 我想要一个这个啊，我不要这个，谢谢你。你好，我要买那个土豆仁牛奶花生。哎，等一下，我这样可以装几个？大概4个差不多。好，刚好。大家好，我是屁屁姚爱宁。我出门购物都会自备餐盒，还有环保袋。大家一起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吧！下课花露米 ，Follow me go！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搜寻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少的航班，像是这样。身为挪威探索团的队长，当然要选择低碳航班。我也和朋友借了保暖衣物，取代一次性的购物。你们看，这次我们要去挪威，希望可以看到极光。这一次因为挪威的自然景色非常好，所以我想要带我的相机去，希望可以记录挪威在永续上面的特色，还有我们探索小队在那里的发现喽。到机场了，现在非常紧张，接下来要跟他们一起生活13天。走，我们现在就去找小队员们。大家好，我是陈李安，我今年12岁，最擅长的就是讲英文。来，我先把很酷的招式表演给你们看。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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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哈，接住了，帅气死我！看起来搞笑又能文能武的李安，这次入选探索队员的原因是他研究过这个放眼国际的重要议题。我在报纸上面看过那个巴黎协定啊，我觉得肯定会失败的啦，因为我觉得每一年都是越来越热啊。我这次要去挪威看看他们有做什么好的事情，然后看能不能我也学一下。1 2 3 4，打开7 8。Hello， 我是萧晴雨，我12岁，我非常喜欢跳舞、唱歌以及表演。第2位小队员晴雨，为了这次的挪威行，特别学了一套低碳的料理。其实一开始认识到气候变迁跟食物有关系的这个课，一开始是在线上课学到的，比较惊讶，食物也会影响到气候变迁。像是牛肉，它是碳足迹算是蛮高的一个食材。假设每天都吃一个红肉，长时间这样下来，会产生非常多的碳足迹。这次的去挪威的旅程，我有2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少吃一点红肉，第2个就是正确的使用塑胶。希望我还有我的伙伴们可以一起成功。最后一位伙伴是全团年纪最小的队员。大家好，我是陈张子成，我善用网络学东西，像是我的魔方、钢琴、围棋和西洋棋都是从网络开始学的。我上个礼拜 interview 一个住在挪威的台湾人，我们访谈的项目有在挪威他们的习惯，还有他们的饮食。这一区都是衣服，
子晨决定不带免洗衣物，用5件衣服过2周我最。近都有在这趟旅行，我要更环保。除了带环保杯，我还要把我头剃更短，这样子就可以省水。Hello， 新的来了，新的来了。Hello， 他们都12岁，我11岁，我最小。我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挪威的绿色小探人不但约好用环保杯相认，子晨还设计了团队挑战哦。这个海报就是里面有11住行日热，就是我们只要做到环保的事情，我们就会打勾。那你要讲一下每一个大概代表什么？我把它变英文，diet是10，然后这边1住行日热，好，然后 others 啊，这个那个吃的还可以加一项，就是说你要吃在地的当地的食物。不是吃国外的。challenge 就是要跟国外人交流啊，就是他们在挪威有什么永续的活对动？永续的活动。酷哦，酷哦！下课，花露米，保米 go！ 有了这些超强的小队员，我好像可以放心当我的拍照担当喽。Hello， 谢谢，就紧张啊，因为我们在1分钟就要整路。现在心情怎么样？我觉得很期待，而且觉得很酷，因为很多山都已经冒出云了上，觉得正在降落中。哦，降落了，终于，过挪威了。历经18小时，终于从台湾飞到挪威了。挪威海岸线曲折，多峡湾，可再生能源丰富。我们抵达的城市就是以近零碳排为目标的首都奥斯陆，所以我们还没空调时差，就要立刻来动脑做第一个减碳足迹的选择了。反正我们现在的 goal 就是要去 train station， 我等下会去那边 information 确认一下，但是我知道有方式，有那个巴士，有 taxi，但是 taxi 听说在挪威超级贵。那你觉得现在的好方法是？就巴士或是走路。走路哦，走路排放的碳比较多。开车就要开1个小时哎。搭公车也会呼吸啊。好，我去问。火车不是。没想到奥斯陆机场的资讯站空无一人，不过有个电子看板让我们有了新发现。坐火车也到得了吧？哪一个比较省钱？还有比较环保？挪威国铁的电力来自自来水发电厂的可再生能源，而火车每公里的碳排是柴油的1/16。擅长电脑搜寻的子晨，临危不乱的帮大家买到便宜、快速又低碳的火车票啦。知道 Kongsberg 在哪？9:43，但现在9:28哎，所以前面啊，这边。 4号那边，这里，冲啊！哦！没有想象中的冷。我这样白眼吗？哦，6度哎，来了，41分。耶！这是我们的火车吗？对。好像是走这边。 Avstigning høyre side. 还没开，按一下。哦。有环保吗？就是很多人都在上面。车本身也很安静，不像捷运没有噪音。过弯的时候就咔。而且那要什么？它要按按钮才能开。这也算是省电的一部分啊。奥斯陆是全欧陆最棒的绿色城市之一，更率先定出符合巴黎协定的气候策略。听说在欧斯陆走1万步就可以逛到所有重点景点，所以我约了一位从台湾移居挪威10年的超级领路人香香，嗨，香香是一个景观建筑师，所以这次我们不是来要探索很多，就是奥斯陆这边的绿色。 环保建筑跟一些生活方式，就请香香带我们走。欢迎你们来奥斯陆。奥斯陆是一个非常好，就是走路哪里都可以到的地方。我带了一张就是 Green Oslo 的地图，那等一下我会带你们走到奥斯陆的生命之河，唯一一条河串起来这个城市这样子。生命之河，好棒哦！
上现在带我们踏上的，就是火车站前的第一条无车区。为什么这种路会比柏油路还要走？就对车子不好，但是对人好，就是他要让这条路开车的人觉得很不方便，这样子。就像我们轮子，刚才在推轮子的时候觉得很不好推。但是城市这么大，如果你真的没有车的话，你要很远的距离的，你要。可是他们的公共交通，对公共交通的配套就要很重要。这个城市它就是想要2030年的时候，整个里面都不要走车子这样。思考到大家通勤需求的李安为买车族发声。应该要现在买车的方面扣税啊。有买车，他们也有扣税。你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他们其实每一个月现在卖车90%都是买电车，因为吃油的呢要被扣25% 的税。哦，好特别哦，蛮特别的啦。因为很少看到会有政府很推这种事情。对啊，因为可是他们其实15年前就开始了。你15年前如果愿意买电车的话，你是一辈子不用缴车子的税哎，超级吸引人哎。奥斯陆的政府想把街道还给人民，也有成为电动车之都的野心。不过，他们没有考虑到气候的问题。今年2月的冬天非常非常冷，-40度，所以他们电就发不了，大家等公车等不到，大家就生气这样。电动车在冬季需要面对低温的考验，气候变迁还影响到城市的排水。你们刚刚是不是觉得水超级的，然后又很快这样子？因为前几天有下大雨，但是奥斯陆它或是挪威它很严重的问题，以前是10年淹1次大水，现在是1年淹2次。对，暖化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他们的地下水道系统呢，以前是没有把污水跟雨水分开的，所以每一次只要下大雨，都市就会没有办法运作，污水都会被冲起来。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人用电动滑板车代步，其实大家都跃跃欲试，特别是李安。我们可以骑那个车吗？我等一下也要骑电动滑板车。我们还不够大，可以骑电动滑板车吗 ？Yes。按那个按钮要按下去。可以共享的微移动工具，让城市里的短途行动更方便。可惜好兄弟子成还没有满12岁，不符合骑乘规定。他未满12，他只有11岁而已，我们2个才12岁，所以他不能骑。我也不敢骑这种东西啊。好，找个借口很好，好就好了。明天再骑就好了。明年再骑。整个奥斯陆就像一个超大型的公园，大概有2/3的面积是受到保护的森林、绿地、水稻，绿覆盖率是台北市的5倍耶。为什么？哇！哦！哎，好，我接住你，我接住你。哎，我下去了。哎，屁孩群呢 ？OK 啦，我觉得算乖的，唯一的屁孩还在那上面。OK， 走。怎么会用跑的啦？哇！奥斯陆市政府说，奥斯陆有100万棵树。哦，奥斯陆建筑区的树冠面积是屋顶面积的2倍，而城市里的自然对于面对气候变迁的人们也很重要。每到夏季热浪期间，有树木的地方就会凉爽10度哦。这里很容易可以看到，就每10分钟就可以去到一个新的绿地。我们刚刚是从黑白相间那一排房子那里坐电车上来的。然后你们知道有一个画家叫孟克吗？孟克就是站在这边，然后看向这个市区。然后呐喊，因为冬天很抑郁。你说呐喊是在这里画的？对，呐喊是在这边画的。城市巡礼的最后一站，来到以冰山概念发祥的奥斯陆歌剧院，香香也用景观建筑的专业分享他心中的永续概念。我觉得绿色有很多层面。奥斯陆在2019年的时候被选为绿色 capital， 它的永续跟绿色的定义有很多层，比如说从人民的生活态度，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文化场馆，可以让大家
下班的时候就来看演出，比如说我不会过劳。那有细到建材，在挪威这边的建筑都很重视采光这一件事情，因为有光他们就不需要开太多灯这样子。我也终于有机会问香香常年移居挪威的心情。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来挪威？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8月，然后夏天天气超好，就像有点像现在，就每吸一口气好像我换了一个肺这样子。哦，这里空气真的很好。而且我那时候8月来，又晚上11点才天黑，我就觉得很棒，真的很像天堂这样子。对。那挪威的这边奥斯陆有没有被世界的气候变迁影响？蛮有体感的，因为我来10年了嘛。第1年其实夏天的时候都是大概15度，可是我大概到了第5年、第6年的时候，我居然要去排队买电风扇，因为夏天有1个礼拜是都30度这样子。在台湾习以为常的30度，却是高纬度挪威的不正常温度。我其实每1年都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装，因为夏天变得可能5年前是1个礼拜很热，然后现在可能变1个月很热这样。然后第2个影响就是它下雨的几率变很大。因为没有雪，对，雪没有，温度不够低温，所以它就下很多雨这样。所以我们最害怕的季节就是春天，因为春天融雪就会整个街道都变成像溜冰场这样子。我们今天跟香香逛了一整天，然后其实他有安排一个当地的家庭要介绍给我们认识。是哦，对啊，我很期待。那就找一个跟你们差不多大小孩，该不会是他吧？大家好。哦，你会说中文？对。香香的爸爸是当地工程师，兼营家族农场，妈妈是台湾人，所以香香可以用一口可爱的中文跟我们对话。有这，我们就来这里，还有我们就放在这里面，还有现在就放在那里面，还有就不会，弄水，就不会丢来，不会丢来丢去，还有就在通通地方，这样就可以回收嘛。挪威的保特瓶回收，因为押金制度跟便利的地点，回收率都超过95%哦，是全球回收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像那大的就会拿到3块，3块钱，3块。这也完全呼应在奥斯陆街上看到的情况。你去商店买一个可口可乐，他就会故意把这可口可乐加2块，然后你如果没有去回收，你这2块就要不回来。哦。对，有人就会把自己喝剩的啤酒瓶拿来送给这些人，这样子。香香今天晚上打算制作她最拿手的taco招待我们。等一下的食材立刻就可以用回收到的现金付款哦。这香肠上面也有挪威国旗，对，就在挪威做。他们好像很支持这个当他们国家的制造食品。Can that do? That one. That one's made in Norway. Made in Norway. 我们想要实践的不是只有买当季跟买当地的食材，如果立刻要吃，还可以选择即期品。没有在挪威做的，你可以找快过期的。应该在这里。Avocado。这个是哪里的？我不知道。所以这2个都不是，因为你看有的话，它会贴这个，或是有这个标志。哦。且season有可能是当季的吗？是不是要买比较熟的？我建议它磨成。我们整个超像环保魔人的，还好主厨香香人很 nice。香香说他们家有一大片农场，不知道他们的作物能够在超市买到吗？就卖到一些地方，可是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香香家的苹果主要是送到加工厂制成苹果汁，不过爸爸说，挪威政府会在苹果的季节对进口苹果征税，所以大家多半都会买当地的苹果，而且本地鱼也正在大打折扣哦。香香爸爸还分享，永续是这家连锁超市的经营理念，
透过促销广告，让人们更容易选择低碳、健康的食物，连包装都别有用心。You haven't seen any, but everything in the store is green, right? So there's green colors. They recycle everything. All the packaging that comes in is bundled up and compressed and sent to recycle. All the plastic is recycled. 他们想要别人吃比较健康，还有像这些东西没有很健康啊，所以没有很多所以没有广告，还有折扣。主要也是强调那个蔬果有比较多的折扣，让大家多吃，对吗？对，他们不想要很多人吃很多那巧克力。那你平常在家会吃吗？从这里我不会。我没有吃巧克力。你好棒哦，我们都好爱吃巧克力。为什么最后用那个抱着就好了？你看他现在把那个刚刚回收 bottle 放进来，然后店员就在机器里面就吐出来他一些钱还给他。3块克朗就是1瓶大的保特瓶的价钱，还有小的是2块。哇，这个树好漂亮哦。谢谢。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对，你们今天要住的地方是在我们那里后面。哦，nice。哇，好可爱哦。你们现在就把你们的东西放在这里，还有等一下我们就会做我们自己的晚餐。这个床好软哦。你的臭屁股已经拍那么棒了。等一下把那个床撞坏了。他们2个男生睡外面，然后皮皮睡这边，我睡这边，还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想跟臭男生睡。啊，刻板印象，我才不臭嘞！刻板印象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现在在2024了，那你不能还有刻板印象。就算你是香男生，我也不想跟你睡啊。哦，好吧。走啦，走。牛顿。我想到的世界定理了。这颗好了，我这颗好完整哦。真的好软哦。那就先打开一下。你切的时候差不多这样子，差不多这样。那好的，我先放在这个桌上啊。偷吃一个 chips。Thank you。我先把外形做出来。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吃这个。很像金元宝。他弄错，他把这放在下面，那是错。大家通力合作的 taco 好吃又好玩，不过我们搭配的餐桌话题也依旧很环保。你们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爸爸？因为你们终于遇到一个 local 了，所以赶快把握机会。对，我在想，对。Because we all know that climate change is happening slowly, so because you're a kind of like farmer, and how does it affect your crops, maybe? In some way, it's a benefit because now we have a longer growing season. On the other hand, maybe it rains more. 挪威因为纬度高、气候寒冷，先天不适合农业生产，却因为气候变迁，让作物生长期变长了。但突发的极端气候又会损害作物。So is that a benefit? Yeah. It can be a kind of benefit, and it can be a disadvantage. 太阳下山前，只曾想起行前准备好要跟大家一起完成的重要任务。我们大一也筹，觉得今天可能有，因为今天像就是买当地的，对，然后有吃，而且还有苹果去采苹果 clothing 没有洗衣服，也没有换衣服。你们昨天没有换衣服哦？
就今天也没有要换衣服的意思。Housing 有，然后住在想想他们家准备的房子。Transport， 我们先讲 transport 吧。这里说 electric cars， 嗯，所以是你们可以勾。可以勾吗？这2天，我们小组不但彻底使用环保杯，搭乘电动交通工具，走路逛城市，购买食材自己煮，住宿时注意关灯，采访当地人气候变迁的问题，跟不换衣服，七嘴八舌之中，勉强得出第一次的成果发表。那想想你最后觉得我们做的还可以吗？可以啊。一直叫我们打勾打勾，就说打勾完才爽。姐姐累瘫，帮我们铺床。你叫他，你叫他。喂，他只是开玩笑的，你不。谢谢。有这个吗？谢谢。我们的第1天终于结束了。我最印象深刻的东西是这个，就是它看起来很像就是一个垃圾袋里面，然后有一些可以回收的瓶瓶罐罐这样子。因为他们现在在挪威的地区就是比较不用现金，像我们后来到超市的时候，不是有把一个塑胶瓶投进去那个机器里面，然后就会出来一张单子，那就会有钱，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另外有一个今天很可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只有 Luna 跟那个 Lian 的年纪是可以骑那个电动滑板车的，然后那个Aaron 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后面，很可怜，没他的事，他不甘心想要参与，但是没办法，很可爱。那明天我们的行程就是要去带他们去国际学校，认识一些在这边生活的小朋友，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说自己英文可以说得很好，所以很期待明天他们能够怎么样的发挥。那就先这样咯，晚安。So that's pretty crazy. Hi everybody. 我们在讨论 climate change 会影响到的这个领域，把它写上去。好像有坐过船，但没有坐过那么大的。快到了。So which way do you want to go? 可是这里有岔路。What we really hope in the future